嗨，大家好！已经2天没有出来骑行了。最近啊，台风季节啊，使得这个广州呢，一直是处于一个天天下雨的状态。而且这个雨啊，比起前段时间的龙舟雨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今天呢，我2次啊，看到好像应该不下雨了，就抬着我的单车呢下楼，希望呢在下雨的间隙啊，能够出去骑一骑。谁知道呢，2次下了楼以后呢，啪啪啪的雨点就下了下来，又不得不退回家里。所以现在骑下车呢，都成了一件必须要听天由命的事，确实让人有些不爽。虽然呢，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呢，为今年可能可以过一个凉快的夏天呢感到高兴。确实呢，每次台风季节总能够带来一些风雨，也会呢为这个炎热的天气呢降温。所以从酷暑的季节还是为大家呢带来一些凉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也算是一个好坏都有的一种平衡。但是下雨呢，也确确实实给大家出行带来了不便。明显的，最近在这些网上呢，看到的那些水镇街的这种照片呢、短视频又多了起来。今天呢，一转眼已经是到了下午5点来钟了。出来倒了一次垃圾看到雨呢又一次停了，所以呢，希望不放弃最后一个骑行时段的这么一个机会还是冒着有可能被淋雨的小小的风险，再一次呢把车骑到了外面。时间关系更多的也是天气的原因。今天呢，没有打算骑到村外去，就希望呢在村里兜几个圈，让骑行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得以保持。就随意的骑它几圈全当活动一下筋骨，锻炼一下身体。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同样的心思呢？在5点多钟的这么一个时段雨呢停了没多久就发现呢，屋村里头到处都是人，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大家呢又纷纷出笼，看来渴望一个晴天当然了，更希望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晴天呢，并非我一个人的愿望，也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人呢就是这么矛盾一边呢面对这种天气的变化自然的现象，天命不可违但同时呢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种需要，感觉时不我待，每天呢总是要做点啥，在某种程度上呢也不得不跟这些不良的天气呢做一个对抗。下大雨的时候呢，出门肯定是不符合常识，但是呢，如果你不想放弃每天保持这样骑行的一个习惯，那么应该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在每天的一个不下雨的时段即便是台风季节，它总有雨停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找到这样的空当，去完成自己每天给自己设定的一个骑行的任务。当然了，确实没有必要呢，在一个持续恶劣天气的这么一个时间段，硬要去挑战自然与天斗。
那么你只能做一回落汤鸡，并且呢，有可能因为天雨路滑、视野不清，还有一些次生的发生这种灾害的可能，并且呢，有可能因为淋雨没有得到及时的身体的调整，会有可能发生感冒，患上毛病。所以我们还是讲究与天气、自然的现象的和平共处，互相呢能够去协调，或者呢尽量在一个不跟它对抗的时候呢，去发现对自己有利的一个时段，尽量呢在不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去做骑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户外运动。即便呢一天啊出来了2次，都因为呢雨又下了起来，或者雨呢没有停，不得不回到家里，在等待下一个时段的这种机会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聪明的想法。还是这句话啊，你没有办法改变老天爷，但是呢你可以去适应老天爷，并且呢发现啊，或者说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时段，做好呢这些安排，做好这些出行的准备，等到合适的时机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出行了。所以我想呢，做人的道理应该也是如此啊，天命不可违，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所作为，并不是要与天斗，我们要跟老天自然的规律和平共处，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呢，也去得到更多的对我们自身有利的这些方面的收获。昨天呢，就看到网上的报道，香港的才子倪匡先生呢，87岁高龄，已经化羽仙去，使得呢当年的4大才子啊，已经走掉了3位，非常的可惜啊。所以呢，也跟所有的人的心情一样，为这样的一些曾经为社会也为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并且给社会啊，给大家带来很多精神食粮的作家、杰出的人士告别这个世界呢，感到惋惜，深表呢哀悼。我相信这都是普通人的一般的心情啊、心理。虽然说以87岁的高龄告别人世，告别他的家人，告别他的读者，告别很多受过他的作品影响的人们啊，虽然说也没有那么大的遗憾啊，但毕竟来讲呢，作为晚辈啊，作为这个社会上的老百姓，肯定还是希望他这样的为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呢，能够再活多几年，能够更多的为社会呢再贡献一些智慧啊。但是呢，毕竟来讲啊，天命不可违，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运数，都有自己的命。问题是，作为他自己、他的家人，还有他的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当然也包括很多热爱他、喜欢他的社会人士，听到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也只能表示遗憾，也只能感到无奈，也只能质疑我们内心的对他家人的同情的心情。同时呢，也不得不理解啊，人的命运是抗不过自然的规律。人呢可以跟自己的命运抗争，但同时呢又必须要顺从自然的规律。只有在可能的情况底下，才会让自己呢健康的活多几年。但是毕竟谁都会有一天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
都会要去到那个不管你愿不愿意，总是要去到的那个地方。虽然不少人啊，像倪匡先生，即便啊身体呢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他的作品、他的影响、他的智慧啊，还是会留在人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跟普通人不同，他还可以活在后辈们的心中，并且呢，继续为社会呢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并且完全有可能，也完全应该呢，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一页篇章。相信呢，这些都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倪匡先生啊，他是一个早已豁然开朗的人。我们不仅从他的作品里面，也通过他很多次公开的谈话当中呢，了解到啊，他对于生命的结局，对于生死，很早呢就做好了某种准备。记得他呢在一档节目里面啊，曾经这样说过自己对生命的一个看法。他觉得一个人呢，人生就像长跑，在你可以工作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你必须为自己、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价值，当然也是为这个社会、为民众、为这个地区、为这个国家贡献你的才智。就像每个人都是这样全力以赴啊，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大有多小，在你的一个职业生涯当中呢，都是奋力向前，努力呢去为自己也为别人创造价值和争取更美好的生活。他说过，人的生命呢就像跑一场马拉松，到了60岁左右呢，赛程已经结束。换言之呢，就是你最佳的作为一个选手，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还是为社会的贡献呢，最佳的黄金时期，就随着那个年龄段的到来，你的使命呢就已经结束。那60岁以后啊，你当然还需要往前慢跑。因为你呢，作为一个选手，在你以最快的速度向终点冲刺之后，你不能也不可以立马停下来，你需要给自己一个缓冲，你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多一点的感悟，多一点的回味，同时呢，不仅为自己，也为这个社会发挥一些余热，留下更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战士，作为一个主要贡献社会的这么一个年龄段、这个时段的任务已经结束。这是一种觉悟，也是一个人不违天命的一种自然的表现，同时呢，也是生命的旅程的另一段的开启。那么其中的表现，或者说心理上的一种建设，就叫放下。这样的放下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一种主动的、徐徐的、慢慢的、有节奏的放下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同时也是更好的享受自己的余生。所以呢，倪匡先生啊，作为一个智者，早已呢对人生参透，达到了大彻大悟的一种境界。只要有对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啊，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和感悟，并且呢做好了心理建设，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啊，所以也没有必要远遁山庙啊，在虚幻当中去与城中暮鼓为伴，在香火缭绕当中祈祷，没有必要。完全呢可以跟这个世界啊继续为伍，照样呢能够在自己的晚年呢
感悟社会的进步，家人的天伦之乐，同样可以呢观察社会进步还是倒退。只不过呢，这个时候需要收敛自己的内心，放下对社会的过多的关注，少一些年轻人或者年轻时代那种改变社会的热情，做一个生命的识时务者，快乐地度过自己的晚年，平静的不仅是自己，也是让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共同面对可能的那一天。今天啊，虽然是隔了2天，好不容易呢，在这么一个黄昏的时间段出来骑行啊，只要你自己有想法，你总会呢发现和等来一个小小的可以让你出来骑行的机会，并且呢，不仅仅在这个骑行中啊，让这个自己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些锻炼，也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愉悦，而且呢，也可以针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人物的命运的变化有所感悟，并且呢，还能够把自己的这些思考和感悟啊，通过某种方式呢，跟自己的朋友来做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骑行的意义所在，也是人生的意义的一部分。也因为呢，倪匡先生的先世啊，一位为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作家，他和人世的告别，注定了就不是他自己家人的一件私事，也会成为社会新闻的头条。我们以前对倪匡先生只知道他写的一些作品，一些海阔天空的科幻的一些系列小说，还有他这些作品改编成的其他文艺形式。但是对于倪匡先生的生平和他一生当中经历的一些主要的事件呢，其实也是孜孜不详的。如今呢，他已先逝他界，反而呢，他的生平、他的事迹、他的来龙去脉、他的人生的轨迹等等呢，都见诸网络，让那些希望纪念他的人呢，能够从中获取他们想要知道的信息。虽然说呢，倪匡先生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肯定有他不同凡人的天赋，同时呢，也跟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家庭有关。按照我们医学上来讲也有很多先天的一些基因在起作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时也命也，一个人最终能否成功，更重要的是跟这个社会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纷繁的世界中，不论是你因为自己敏锐的这种觉悟还是呢运气的成分，像他能够在当年逃离那个严酷的环境，无意当中呢就来到了一片自由的天地用他的勤奋，也用他的才智，为自己呢取得令人瞩目的非凡的成就呢奠定了基础。不论是对谁除了能有饭吃，维持最低的生活，更重要的呢，人更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的自由的环境，并且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写自己想写的、自己想表达的观点进行创作。如果没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宽松的环境，对于一个作家，对于一个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传递信息的这样的人物来讲，可能精神方面的自由远远要重要过物质上面的基础。倪匡先生的成功，就是因为他当年阴差阳错
也可能是他主动的一个选择，也可能是命运对他的一种选择，或者是当年只是为了逃离而逃离，并没有想过将来的人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命运最终选择了他，这是他自己争取来的，然后呢，命运女神呢才会眷顾于他。世事难料命运多舛。我自己这么揣摩倪匡先生自己恐怕也不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最伟大的作家，只是呢很幸运他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或者说走过了人生之路的这个大半辈子幸运的处于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和年代，让他能够善始善终。而很多呢跟他同时代的聪明才智不亚于他的，文笔天赋可能远胜于他的其他的一些作家们呢，可能因为生于不同的这个社会形态，在一个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观念思考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这么一个社会，要么呢江郎才尽，早早的就放下自己的笔来，要么呢明哲保身，带着镣铐跳舞，甚至呢即便是一生谨慎，怕说错话，仍然有可能呢有飞来横祸。所以倪匡先生的成就，还有他一生作为一个作家闪耀出来的让社会瞩目的智慧之光，并且呢能够得到善终，笑着跟这个世界告别，而且大半辈子不需要担惊受怕，不用怕文字狱，不用因为不同的理念对社会的看法，对某些事情的不满而遭受到某种时论的抨击，更无需呢弯下脊梁，低下头颅，受人驱使，以换取某种的社会地位和一份收入。像倪匡先生这样的作家，我相信令他自己感到最为自豪的，就是一生坦坦荡荡，想说就说，无需照顾到社会所有层面的认同，更不需要为了某种所谓的主旋律去隐藏自己的内心的思考和想法。相信这是他一生为之最为骄傲的事情。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能够有幸与这样的哲人同处于同一个时代，时不时呢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净化我们内心的很多想法，并且呢从倪匡先生最后坦然地告别这个世界，告别他演出的这个舞台，那份坦然对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也是一种莫大的现实的教育，也会多少呢受到启发，最终呢能够把自己的心态放平，能够呢在面对社会的这种纷繁喧闹的时候呢，保持一份自我，尽可能的平稳我们自己的心态。这样的现实意义呢，就是在我们行将老去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能够呢尽可能的放弃我们过多的想法，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健康的心态，平和的享受我们的晚年。这个呢，我想就是倪匡先生他为我们这些晚辈们带来的最大的人生的启迪。也因此呢，我们一直会在心中记着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表达的观念，以及他人生的经验呢，都会与我们共存很长时间。
好啦，骑了好多圈，该到回家的时候了。雨呢又突然下大了。今天呢就以这样的骑行和大家聊聊啊，对倪匡先生仙逝的一种纪念。同时呢，希望自己，也希望呢，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平和的面对生命，快乐的生活。不管你处于哪一个年龄段，努力的让自己活出价值，开心生活。今天我们的骑行慢聊啊，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